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又玩另外一款策略游戏了。那其实这个我玩了好几天啦，我是感觉这个游戏真的有点像万龙觉醒加万国觉醒的结合版，因为它本身的一些设计呢，其实比较像万国觉醒啊，但是它的元素呢就比较像万龙觉醒啊。这边就听我娓娓道来。首先就是统帅的部分呢，它就是比较像万龙觉醒这样子啊，就是有一些魔物啊，然后有一些英雄呢，就是不是历史上拥有的，可能是神话故事，或者是他们自己创造的一些角色。但是我觉得他那个画风好像还可以接受啦，但比较偏向 AI 的图片多一点。但严格看下来，它应该是自己设计的啦。如果是 AI 的话，它的画风应该不会这么一致，而且它也是有自己的动画，所以这个我也不太确定啦。那因为现在是早期的关系了，所以拥有的角色呢也不算太多，但是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有很多金色的统帅已经出现了啦，还有李舜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李舜臣，但是没有其他的统帅啦。像我们日常做的任务呢，其实不是在左手边呢，它的日常任务是在下面呢，也是一样，就是要你完成一些基本的采集啊，一些任务啊，然后才可以完成。完成了之后，你就可以领取上面的每日活跃箱子，拿到最后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奖励，提升等级等等。那就是它的统帅机制呢，也是一样要提升等级的，升等级升星星。只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就是它天赋的部分啊，其实你可以直接点选这个，然后它是不需要用到那个重置卷的，你点了之后它就会自动帮你去点你的天赋，假设说你点错了也没有关系了，它会自动帮你调整了，这个还蛮方便的。当然如果你是有一些什么细节上面的要调整啊，就比方说你不想要选狂战士，你想要选技能的话也是可以，但是那个就需要手动点了，它也是一样可以像万国觉醒啊，就是直接跳到后面选择这个技能，然后直接升级就可以了，它不需要一个一个慢慢去点。不过关于那些细节上的差异啊，就是万国觉醒跟这个游戏有什么差别呢？那个可能之后再跟大家讲啦，因为我才刚摸索这个游戏而已，还在玩着啦。那这边也是一样的，就会一开始它的故事又长又臭，我是真的觉得说你如果没有一点耐心的话，可能你没有办法继续玩那个游戏下去。它前面的剧情真的超级长，比万国觉醒还要长。万国觉醒就是一开始有一个新手教学，然后带你可能几分钟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游戏它的新手教学，我觉得至少有半个小时哦！天哪，我都有点忍不住，我不想要玩了。要不是我的观众推荐我去尝试一下，我都不想要玩了。但是它这边的首充会比较便宜一点呢，只是1块钱马币而已，你就可以拿到传说级的统帅。当然你们也知道啦，一开始的传说级统帅呢就不是这么强啦。你看你们会发现到这个设计会不会有一点像寒霜启示录 ？OK， 我找个图片给你们看。那我这边的图片呢，就是寒霜启示录里面的一个角色，你们可以看到也是坐着北极熊的，也是一个女神。所以我怀疑这个游戏它不只是有万国觉醒的元素，有万龙觉醒的元素，也有寒霜启示录的元素。但是我觉得寒霜启示录元素会占比较少一点啊，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玩过寒霜启示录，但是它的游戏里面的系统有点不太一样，它是中间有一个锅炉，然后你要保证你的居民它可以保暖之类的哦。还有一点啊，这个游戏也是有融入一些帝国时代手机版的一些元素，基本上我有玩过的策略游戏里面拥有的元素全部都加进来了。那么也是一样啊，这个游戏肯定是会有礼包系统啊，这个我先给大家看啦，因为我觉得大家会花钱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真的要认真去玩的话，就是它一开始会有2个角色，那你们可以看到是打野蛮人的咯。一开始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然后他用的角色就是他用的兵种，它是综合的，就比较方便大家去使用啊，你们可以用什么统帅都可以。像这个的话就是巨兽，巨兽你们可以理解为像是这个游戏里面的工程车。那你们要看它这边兵种克制呢，你可以点选你的那个训练营，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克制的，它只有4个兵种，那它的骑兵会克制投掷手，你们可以当做是工兵啦，然后投掷手可以攻打狂战士，你们当做是步兵，所以它的那个克制效果呢，其实跟万国觉醒是差不多的。中间的巨兽呢，它是长这个样子的，它最高提
提升到6等级了，哇，它有 T6的哦，它不是只有 T5罢了哦。因为我在玩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认真拉到后面去看呢，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然后这个应该就是联盟的科技了吧，也是一样有分成经济类，就是我们采集的部分啊，城市发展啊，还有捕鱼啊。我暂时只是解锁到这边第2级而已啊，就是 T2的部队，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升呢。这游戏也是一样，一开始就是很缺资源啊，然后如果你们想要运送资源的话，就必须要把你的城市提升到11等级，接近12等级的时候，它才会有运送资源的那个建筑物。所以如果你们要养小号什么之类的话，也是要提升到这个程度才可以。还有它的城市里面有一些居民啊，你要安排他们去做什么东西，像是你可以点击看有哪一些居民他是空闲的，他没有事情做，他会自动帮你去采集你的场地啊，你的木材厂啊，你的田啊，矿石场之类的。所以你每一次登录的时候，它就会跳出一个界面跟你讲，哦，你在下线的这段时间，你的村民做了什么东西，他帮你收集了多少的资源之类的。当然是在城市里面啦，如果你的资源不够的话，其实你还是要出到地图外面的。我相信大家会比较好奇，就是地图外面的样子是怎么样啦。那这个就是我的联盟啦，然后其他的玩家啊就这样子咯。不过我觉得有一些玩家可能是路人来的啦，就是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想要继续玩下去的，所以就把他们放在 R2 这边。所以这边的地图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它这个就很像万龙觉醒了吧，是不是？如果你们有玩过万龙觉醒的话，应该会很熟悉这个界面，就是一个大地图，我们可以查看，很不规则的，像万龙觉醒这样子。虽然我没有认真的去玩万龙觉醒啦，但是万龙觉醒的一些东西我还是认真去看的。但是它的整体造型就是有分成很多个区域嘛，一个区域出生点，然后等它的门口开放的时候，你就要跑去另外一个地方跟他们战斗，这一点就有一点类似像万国觉醒了。所以这边我们要等到门口开放啊，门口开放还有一段时间啊，这个也是要看我们的编年史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解锁。但是我这边要跟你们讲一下这个东西啊，你们看地图的时候其实可以选择你要用不同的模式去查看的。像这种模式的话，就是看的比较细节一点啊，有树有妖怪有城市之类的。那如果你们会调整的话，它就有这个模式出来，你可以调成简易模式。你们可以发现到刚刚的树就已经不见了，看到吗？它就只剩下妖怪采集点还有我们的城市而已。这个也是算给你的设备不会这么容易卡，因为我玩了这个游戏之后确实还挺卡的，可能真的太多东西了。但是它的简易版本呢，就跟我们点点模式是一样的。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去缩放我的地图，像万国觉醒的话，你还要这样子缩放你地图，然后才用点点模式去战斗之类的。但是在这个地图是不需要的，你不需要切换成点点模式，你只是从这边调整成极简就行了。那标准版就是一开始我给你们看了，就是有树啊，有妖怪啊，有城市啊，那也是一样有采集点，不同的采集点它有不同的图案，你们可以自己查看了。那它这边不是野蛮人哦，它这边打的就是一些妖怪啊，它这边打妖怪的部分呢，其实跟帝国时代差不多，它就有分成那种精英战士啊，然后有分成一般的野怪啊，你们可以自行搜索啦。魔物巢穴，然后神秘宝箱也是可以去探索啊，看哪里有箱子，然后你们就可以去占领。但是它是旁边有妖怪啊，你要打掉妖怪之后才可以去拿这些箱子，也是一样有那个快捷键帮助。但是它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你们战斗的时候，如果有部队进入医院，你是不需要回家去点选你的医院然后去治疗的。没错，你没有听错。要怎样治疗呢？你们看到这边下面有个爱心吗？你只是需要点开，然后你可以选择用药剂去治疗，或者是用资源去治疗，并且是不需要用到加速的。各位听到了吗？不需要用到加速，但是它还是跟万龙觉醒差不多啊，就是有今日剩余就质量，就是它每天都会有一个上限啊，你不能治疗太多，只不过你的等级越高，你能够治疗的数量就会越多。当然它这个是资源治疗啦，它如果是药剂治疗的话应该是没有上限呢，它这边没有写。但是这个药剂要拿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呢，你就是要慢慢去累积的，而且它那个药剂也是有获取上限的，也是有自由行军呢。我应该是讲，如果现在的策略游戏还不是自由行军的话，那我觉得这种策略游戏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现在这种游戏他们要开发成自由行军其实很简单，
感了，但那个游戏的打击感还是没有像万国觉醒这么好啦。万国觉醒的打击感还是我目前玩过这么多的策略游戏里面最好的一个。你的部队也是可以点一些表情啊，像这样子，然后撤退回家去，也可以多选。暂时我只能派3个部队啦，之后应该最多就是有5个部队，这个可以回去我们的城市那边看。中间这个可以算是我们执政厅吧。然后你升级的时候，这边可以查看一下多少等级会解锁，最多就5队了。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水晶科技那些我就不知道啦，不要问我。这游戏也是会有这种转盘啊、转统帅啊，但是它现在已经有那种装扮了。万国觉醒是后期才有装扮嘛，而且它这个装扮呢，不是说完全没有争议的。这边还可以看到骑兵防御力增加1%，还是有一点点加成啊，但是加成并没有到很夸张啦。有热力、幸运转盘、英雄殿，你完成任务的话就可以拿到碎片啊，然后去召唤这些统帅啊。你要召唤了之后才可以领取这些奖励，然后还有这种就提高自己战力，然后拿到奖励，有排行榜之类的。部落试炼的话，你们可以理解成就是你跟你的联盟成员一起去打城寨，这个就是打到魔物巢穴啦。那一开始他这边还是有给蛮多统帅的，但是我觉得后期应该是用不了，有一些是免费的。像这2个就是我完成一些任务拿到的哦，看之后还会不会有什么更加多的任务可以拿到啊？那这边是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升星系统是这样子的，放6个，然后升级也是升星星咯，也是有幸运值啊，有没有什么暴击之类的。那技能方面的话，它就是需要用到统帅的这个碎片，然后去升级。当然你也是可以用这个啦，但是这个是属于通用型的啦，你不管什么金色的统帅都可以用。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留到后期给一些比较强的英雄用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如果是原本这个统帅的话，就用回他自己的碎片就好了，因为一开始你召唤了之后，你就不需要再用那个碎片了去提升了。所以你们可以理解为它这个升技能的系统呢，跟万国是差不多的，就是需要收集统帅的雕像，然后慢慢去升级。不过这个游戏有一些不是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界面有一点乱了，它挤了太多的元素在里面。万国觉醒的界面还算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像这个东西，这个任务的部分又不能收起来，它一直是开着的，我找不到任何一个按钮可以把它收起来的。但它这个不能收起来也是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跟你讲你的部队在干嘛，这个就有一点像帝国时代了，就方便啦，你可以直接去提升去建筑。他讲你的部队有空闲，然后你的训练部队哦，像我这个训练好了，我就可以直接点过去。为什么他会设计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它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个范围真的很大，我给你们看有多大。它不是像万国觉醒这样全部东西挤在一起啊，它是很像在你的城市里面也有一个地图这么大，看到吗？然后你每次要找一个东西找到半死啊，可能某一些玩家会喜欢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麻烦了，我每次找一个东西要跑来跑去，所以他为什么会设计那个快捷的按钮给你们呢？就是这个原因啦，因为地图太大了。也是有 VIP 等级，它的 VIP 等级最多12，这个跟一开始万国觉醒是差不多的。那也是有购买礼包啊，那也是有 VIP 商店可以买东西，这个就算是我们万国觉醒里面的驿站啊，就是那个骗钱的女人每天都会过来的。这个的话就是需要花你的宝石哦去购买。友情商店的话就是你需要累积到这个东西才可以啊，但是它怎样去拿到我还没有去研究啊，又要花时间去研究。那这些活动可能之后慢慢搞吧，会比较花时间一点的。有一些就很像弹窗这样子啊。现在暂时的活动就是你完成之后可以拿到一些史诗级的统帅，当然如果你想要比较快的去提升这位统帅的话，你就要买礼包解锁，没错，又是礼包。还有每日任务，7天的任务累积登录，然后可以拿到奖励，也是一样，你要拿到更多奖励就要花钱去解锁。这个有一点像我们7000宝石的活动吧，但是这个并不是完全7000宝石活动，等一下我再跟你们讲。还有另外一个活动是完完全全的像7000宝石活动，基本上这里的所有东西呢都是需要花钱去解锁更高的啦。然后还有这种活动啊，就是你提升你的统帅之后，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些奖励，就是提升统帅的经验值、道具之类的，这个才是现在的活动。幸运嘉年华这个算是有点类似像复活节的活动吧，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10月了还是出这个类似像复活节的活动啊，它是真的有兔子的，还可以点选慢慢捐献，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7000宝石活动。它也是有25等级，你完成之后就可以拿到这些东西啊，扩容啊、道具啊、名牌啊，看到吗？还有这个是什么东西哦，也是现实的礼包。
这个游戏无时无刻都告诉你，哎，买啦，买礼包啊，买礼包啊，因为你不买的话，你没有办法把这个界面给收起来。商城就是我们氪金的界面啦，啊，也是一样的东西。月卡也是跟万国觉醒一样，自动解锁打怪功能，但是人家这个游戏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万国觉醒是去年了之后才有这个功能。启动30日 VIP 特权，还有其他的争议之类的。哇，他的月卡比万国觉醒的还强啊！每日礼包，你还可以换角色，哇哦！他一开始就有自选了，哎，跟你们讲，万国觉醒一开始没有自选的，这边的价格就跟万国觉醒里面的差不多了。它应该也是后面会有越来越高等级之类的吧？好多，它礼包真的超级多。幸运筹码，这个就是拿来干嘛的？真的太多了吧？它的氪金的东西，这个是月卡，然后这个是周卡，那我们买资源啊，有加速的那些。所以这个游戏大致上是介绍到这里啦，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呢，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继续介绍。OK， 那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在看了今天这个影片之后，觉得怎么样呢？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啊。它的聊天系统是这样子的，也是跟万国差不多的。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拜拜。